在曼谷的街头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超好逛的夜市与市集，香喷喷的烤鱼，还是极为特殊的美食？创意无限的烤鱿鱼，还有在街头迷人灯光下穿梭的车流。在深夜里迷人路边摊享受美食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想到我来此的目的是要去哪里。欢迎来到刺猬帮，我是宝咖咖。身为工程师的我，逛过台北光华商场的电子材料行，深圳华强北的电子集散地。这次我们来看看曼谷的电子材料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来带你看看超神奇户外维修站，不管是电机马达的翻修啊，还有音响主机的维修，还有一家接着一家的电子零件，澎湃的喇叭，一年只有夏季的电风扇维修，精密轴承、支架、齿轮，还有不输台湾电子零件应有尽有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跟着我逛下去吧。这里是曼谷的老暹罗购物中心的西侧出口，这里离卧佛寺与大皇宫也很近哦。对面这条街就是今天要来逛的地方。乍看之下，完全不像卖电子材料行的地方，对吧？要不是每次来曼谷都会逛一下，不然我都怀疑走错地方了。那路边的摩托车很多，跟我们台湾很像，倍感亲切。路边开始有一些小摊贩了，看起来这是一位大姐，招牌上写着“我是一位农民，卖的是猪肉啊”。有趣的是，摊位前面还写着“来吧”，真有趣。那这棵大树呢，树根很特别哦，而且树上挂着好几件彩色的衣服，这是敬奉、保护、供养女树神或是守护灵。这是曼谷常见的饮料摊，就跟台湾一堆手摇饮料店是一样的普及。接下来这就很特别了，你见过路边有在卖170瓦的太阳能板吗？这是一个电器维修站，路边摆的桌子呢就是工作桌，墙上挂着一堆工具，如果家里有电器坏掉，就可以拿来这边修了。路边开始卖常见的小电器了，电蚊拍啦、插座啦。走到这里就开始像菜市场了，来看看卖的是什么新鲜的农产品吧。哇，这结果不是蔬菜水果耶，竟然是螺丝起子跟各种工具钳。对面的店呢，整间店也是都是大喇叭，无线麦克风就放在路边展示。在曼谷的嘟嘟车啊，音乐响彻云霄，我想应该也是来这边改装的。这个很神奇哦，看似传统市场卖鸡鸭鱼肉的，但全部都是电子产品，有一种脑子一时转不过来的迷幻感。有卖音响的啦，卖扩大机的啦，卖 LED 灯光的。嘟嘟车的灯光应该就是来这里拿货的吧。这一整条街啊，不，应该是这一整区都是卖电子材料的相关产品。而且因为店铺很多啊，我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一家店只有卖一个种类，就像刚刚只卖 LED 啊，还有只卖扩大器音响的啊。那像这一家看起来就是卖监控设备的，这区呢都是监控设备的产品，包含影像传输连接器啦，以及感应门禁系统也可以在这里买到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按钮的？按着各种按钮就会让我好舒压啊。各种 Arduino 的电子模组也应有尽有。这一家呢专门卖电池的，有铅酸电池、锂电池，还有一次性电池。我发现这里很多耐热玻璃纤维套管这通常用在电风扇啊、电磁炉啊、电锅等等的电线与气包线的绝缘用途比较多。看看这个大姐卖的是什么，有不同常见的开关与接头，铜制的接线端子，这些呢用这样摆放在路边的方式来贩售，真的很神奇耶。更神奇的是这家店老板的打扮呢，会让我想到食神的肥仔葱。然后他的店里面呢，我们往里面走，这些就是老板的货啦，各式各样的电线跟插头，可以依需求呢客制不同长度与规格的延长线。这比刚刚在摆路边摊贩售的方式就更厉害了。接下来呢往隔壁走，这是各式各样的电容，看起来应该是很顶的零件，我猜应该是用在高级音响上面的电容。我猜的没错，这里有卖真空管放大器，所以这家应该就是主要卖高级音响的零件没错了。这家的零件都吊在上面，好特别哦。因为今天是假日，小朋友在店门口写功课，很多店家也就没有营业了。
很久没有用过超长的吸吸器了。这电子工具套装啊，会让我想起学生时代的回忆。所有的工具都有，但每一件都不怎么好用啊。后来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。别看这家店小小的哦，其实他们是 3D 空间管理大师，不浪费任何可以摆放的空间，真的很厉害。这家呢是卖汽车音响扩大机跟喇叭。泰国的汽车改装很盛行，所以汽车改装市场真的很大。这家呢主要是卖车上的电瓶，橱窗里摆放了一些电子模组，感觉应有尽有耶。还有超大颗的电容，这应该也是用在汽车音响上吧。还有大功率的电阻，所以超大颗，以及各种散热风扇。我们走进去看看，这些是电线与排线。这里真的卖好多玻璃纤维的耐热套管哦。这家店感觉有好多零件，还有整捆的电线，琳琅满目的零件抽屉柜。抽屉柜的标签色彩超鲜艳。这交流电容的颜色好好看哦。虽然我目前没有交流电容的需要，但好想买来收藏哦。这是零散的电线，一条1元。又看到可以让我舒压的开关了。汽车保险丝，这是电灯泡底座，电工胶布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是同轴短指连接器，以前玩无线电的时候买了不少。各种的插座，还有已经很少见的钨丝灯泡。这里是工具，包含钳子、拨线钳、螺丝起子等等，还有不同尺寸跟颜色的热缩套管。这里是成卷的版本，可以依照需求请老板剪。这是利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继电器。微动开关呢，用在移动线位侦测用的比较多。线性的可变电阻呢，可以用在录音室的调音器上哦。这是洗板水，清洁电路板上的油污跟助焊剂残留。这个应该是助焊膏。散热鳍片、固定螺丝，还有更多的电线。这区呢都是电子盒，好可爱的铝制电子盒哦，很想买，但我还想不到它能用在哪里。还有比较大的铝制电子盒，这些电子盒呢有不同的尺寸规格，你就可以把做好的电路呢安装在盒子里面，经过钻孔啊、安装开关等等零件，有了外壳就可以变成成品的样子咯。这个开关好可爱哦，我想可以买来用在延长线做开关用。这 AC 插头的颜色也好舒服哦，不管了，我决定要买一些回来。这家逛完了，我们接着去下一家吧。如果女生很爱逛衣服啊、饰品啊、包包，那我这男生爱逛电子材料行也不奇怪吧。这一家呢，有一整片的 Arduino 电子模组，这些呢就像积木一样，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与用途，选择需要的功能模组组在一起，这样就能做出自己的电子创作啦。这里也有开关，各种大容量的电容，控制摇杆，以及很少见的指针式表头。这家呢把空间发挥到极致，上面吊着各种零件，后面是比较小的电子零件，例如电阻啦、电容、电感、二极体等等。这家的老板很亲切，在此也要谢谢老板让我拍摄分享给大家。这是老板的名片，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哦。接下来继续看别家，这热缩套管好粗哦，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尺寸。这是卖 LED 灯具的店家，这家店门口摆放着风扇的叶片，不同形状的扇叶，还有塑胶轮子、马达跟连接轴。这家卖的是以马达为主，有步进马达啦、伺服马达等等，光这一种类就可以撑起一家店，真的很厉害耶。来看看街边这些人在做什么。他们在修理电风扇的马达耶，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，用剪刀代替斜口钳，用电钻代替电动起子，看他们修理的手速就知道什么叫炉火纯青了。
好怀念的木柄烙铁哦，底部的锡渣都已经满出来了。这罐像酒瓶的容器呢，应该是松香油，主要是用来清洁粘胶啊、油渍啊与助焊剂的残留用途。光修理电风扇就有7个人诶，看来泰国的电风扇需求真的是非常大啊。通常我们都把电风扇坏了就丢啦，但是这里可以花一点钱就能修好，也避免产生更多的电子垃圾，还真不错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露天的维修站，除了刚刚说的马达维修之外啊，音响主机坏了也可以拿来这边检查。只要摆上一个简单的桌子，就可以把你手上坏掉的电器修好，真的很厉害。他用牙刷沾点松香油清洁电路板，再用放大镜观察电路板上的状况，还有用电表测量零件的好坏。这样的场景是我在台湾街边看不到的。这里看起来像一个菜市场，门口这里呢，以前都会有露天的自助餐，每次我都会来这边吃。可能今天是假日就没有来摆摊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走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看起来像菜市场，其实里面都是卖电子零件与工具哦，还有二手电视的维修与贩售。我发现这边的老板大部分都很亲切，逛起来都特别的舒服。你看这一家卖很多音响的线材，隔壁这家呢就专门在维修喇叭的振膜了。还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戳喇叭的振膜。这里的巷弄呢很像台北的士林夜市，只是所有的摊位呢都变成电子零件了。这家卖音响扩大机，还有调音的等化器。这些零件呢多到眼花缭乱，还好今天是假日，不然每一家都开店，我应该会逛不完的。这家是主要卖无线电器材。我高中的时候因为热衷童军团的关系，所以开始疯狂玩无线电，也拼命的去考无线电执照，看到这些都倍感亲切啊。我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挖宝，相较于网络上购买电子零件呢，实体产品可以看到摸到之外，也可以看到许多自己认知以外的新零件，这对我电子创作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灵感启发。原来这种零件或材料可以这样用啊。虽然常规的电子零件呢，我会在网络上买，但仍无法拒绝电子材料实体店面的视觉冲击。所以我到任何国家有机会的话，我都会去当地的电子材料行，看看他们卖的是什么，有什么新鲜货，有什么我没看过的零件，就能激发出更多的创意与想法。因为出国不太会有人想安排来这种地方吧，所以我来带你们逛逛，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文化差异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题材，请留言跟我说，并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有机会的话，再带你们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